我国国产大飞机 C919 突然涨价，上涨900万美元，但订单量却不降反增。为啥同一时间回归中国市场的波音也不是 C919 的对手了？这里是知识天梯。商飞 C919 是我国第一架按照国际标准而完全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中程干线客机。2007年，我国的政府正式启动了 C919 大飞机的研发项目，标志着国家大飞机项目的正式启动。为了确保研发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商飞公司组建了一个由上千名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他们对技术规划、市场动态和设计方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为公司的研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年 C919 大飞机正式进入到了设计阶段，中国商飞公司成立了多个研究团队，分别负责飞机内部多个重要系统的研发工作。历经6年时间，2017年 C919 大飞机进行了首次试飞，表明 C919 大飞机研发取得了重大成功突破。在 C919 的设计研制中，我国突破了一项项关键技术。在飞机制造中，最具技术含量、花费成本最高的是结构、发动机和航电3个系统。C919 大飞机配备了先进的气动设计、高性能的发动机、先进的航电系统等，使 C919 在同类飞机中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关于 C919 是国产化还是组装机的问题，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在 C919 的研发策略中，我们选择了主制造商到供应商的合作模式。这意味着 C919 的供应商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为空客和波音提供部件的供应商。但具体需要哪种零部件，以及对这些零部件的技术标准，完全是由中国商飞来决定的。我们有绝对的决策自主权。国产 C919 碾压美波音，涨价900万，仍订单不断，原因你绝对想不到。2022年 C919 成功获得了由中国民航局颁布的型号认证，从而获得了正式进入商业运营的资格凭证。在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开幕仪式上， C919 首次展示了其飞行技能。通过这一航展活动， C919 成功地获得了300架新的飞机订单，总订单数量已经突破了1100架。2023年 C919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国产大飞机 C919 的首次商业飞行圆满成功。作为刚刚商业首飞成功的新机型，一经推出后便能取得如此出色的订单成绩，是十分惊人的。目前 C919 的主要客户还是国内的几大航空公司和航空租赁公司，来自美国和德国的订单只占一小部分。然而就在近期， C919 飞机的单价涨至 1.08 亿美元，市场顿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市场对其技术与性能的高度认可。正当人们对 C919 价格大幅上涨议论纷纷时，东航竟然签下了100亿巨单，购置了100架 C919 飞机。为什么国内航司如此迫切地购买 C919 呢？首先，这款飞机在技术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其次，相对于国际品牌 ，C919 的价格相对较低，但性能并不逊色。今年，一些航司大手一挥，便追加购买了大量的 C919， 反映出市场对这款飞机的认可和信心。尽管 C919 价格进行了大幅上调，但与空客和波音比起来， C919 还是要稍微便宜一点。同时 ，C919 累积的订单量也为其竞争力提供了支撑。无论价格如何调整，中国航空市场的需求仍将继续推动 C919 的销售。日本曾经充满期望地盼望30喷气式客机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命运的戏弄使它深陷于困境之中。在2023年的一个寒冷冬季，日本的30喷气式客机试飞失败，这使日本一度陷入失望。这架飞机的研发过程长达15年，曾被寄予高度期望。然而，就像从天堂坠落到地狱一样，日本的远大志向多次被现实所粉碎。相比之下，中国商飞 C919 成为国际航空市场的一匹强劲的黑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何 C919 能取得成功，而日本30大飞机以失败告终？中国商飞 C919 得到了国家大力支持，
拥有先进的研发团队和技术，依托国家的产业扶持，因此可以专注于研发和制造出优质先进的飞机，无需担忧市场需求和销售问题。相比之下，日本三菱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又恰逢疫情冲击，财政状况大开天窗，直接导致后续研发资金链断裂。其次，中国的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受到国家大力扶持，从而促成了研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积极互动。而日本三菱在研发大飞机时面临着与中国商飞不同的挑战。另外，民航客机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基础也是大型客机生产研发的强大后盾。在我国 ，C919 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使其能够安心地推动整体规划，并解决潜在的问题。而日本三菱的破产和持续支持的背后原因，也与其在技术、经济和市场等多个领域所遭受的挑战有关。总结来说，中国商飞 C919 能够成功地进行研发并进入市场，与国家的大力支持、先进的团队技术以及产业的长远发展规划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中国大力发展飞机制造业数十年，已取得了较为傲人的成绩。这其中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每一个科研人员的努力。中国在大飞机领域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突破，无疑是对我国飞机产业巨大的鼓舞。随着中国航空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国产航空技术的不断提升，未来 C919 将会在全球大型客机市场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共同期待它更好的表现。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年年被骂洗澡鱼，年年捞上100万斤不够卖，第一条捞上来的头鱼更是卖到140万。查干湖的胖头鱼有什么稀奇的？还捞不完，真的是洗澡鱼吗？这里是知识天梯。上世纪的查干湖也曾一度面临枯竭，如今却产鱼丰富，甚至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这5点养鱼护鱼的措施，重新唤起了查干湖的可循环水底生态。自1992年开始，吉林就开始有意地注重环境效益，并且也是为了能够提高渔民的收益，于是开始向受到污染的查干湖重新注入干净的水质。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还通过协调各方面的资金，最终筹集了超过100万斤的幼鱼鱼苗。这些措施为查干湖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奠定了基础。此后，在相关部门的统筹下，也为当地捕鱼行业进行了重整，通过颁发一系列文件，对无数的捕鱼行为进行了禁止。通过引导渔民们正确的捕大鱼放幼鱼的思想，渔业也就因此走上了正向发展的第2步。在做完这2点之后，政府部门还为渔民定制了专门的捕鱼工具。在从前，渔民们为了生计不在乎鱼的大小，只在乎数量，这种捕捞方式严重危害了查干湖的水下生态。为此，等政府将冬季打鱼的渔网的尺寸改制到从前的6倍后，便保证了渔民可以打捞上来发育时长5年左右的大鱼，小鱼则可以从渔网网洞之间回到湖中。通过这种护鱼方式，湖内的小鱼苗得到了安全稳定的生长环境。但如果不休止的捕捞大鱼，那后续的鱼苗难道要全进行再次投放吗？也是想到了这一点，相关部门也是为查干湖定制了专门的封湖期限，就是为了让大鱼们有足够的繁衍期，能够保证湖下鱼种的良性生存循环。查干湖东捕的捕鱼量甚至能到300万斤，并且每年春季都会遵循一草带3连的投放传统，让渔场的鱼种保持丰富多样，使查干湖渔民生活可以自给自足，也为之后与旅游业的联动建立了基础。通过改善水质、投放鱼苗、改制渔网、增加休渔期、增加鱼类多样性这5点养鱼护鱼措施，让曾经差点成为污染源头的查干湖重新回归绿色生态本质，为渔民带来收获的同时，还兼顾了改善环境的生态效益。1年300万斤的出产量，查干湖内可以容纳这么多鱼吗？其是否真如网民所言，捕捞上来的是专门在后期再次投放的洗澡鱼？质疑不断，终究还是要以事实和证据说话。所谓的洗澡，即鱼类并非正常投放，而是在秋季临近冬捕时，从南方运送来投入湖中的，也就是别的地方鱼只在查干湖里过了过水。那这种说法成立吗？
如果真的对渔业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种洗澡鱼的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首先，政府部门从多年前就已经在为如今的丰获东捕奠定了基础。20世纪，近1000吨的渔获通过政府带头引导制定的一系列计划，使得水底生态可以良性循环。休渔以及春季鱼苗投放也保证了冬季的捕捞量。经过近50年的维护与发展，如今查干湖有这种收获量也是情有可原。不仅如此，从另一方面来讲，鱼类的长途运输往往需要携带大量的氧气泵，因为是由汽车运输，装载蓄水并不是活水，也因此水中无法保持稳定的氧气量。试问，仅从南方将鱼运送到吉林查干湖需要的成本和带来的收益，真的可以画上等号吗？而且，作为查干湖内数量最多的胖头鱼，这种鱼类对水下生态以及水质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虽然这种鱼的体积不小，但对环境却十分敏感，不太适宜的水下环境都能够让其死亡。那从其他地方通过汽车运输，途中的存活率也会非常的低。从温度来讲，纬度越高，温度越低，并且随着冬季的到来，查干湖附近地区的气温能一度来到零下几十度，将其他省份的鱼类向纬度高并且气温不断降低的吉林查干湖运送，搞不好路上就冻起来了。这种运输条件的苛刻程度很难实现，而且如今的查干湖东捕已经形成了一种旅游热点，当地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其实，从渔网网口改制到休渔期，再到春季鱼苗培养，正是这些良性的鱼种发展方式，才让查干湖在走过了50年的时间后，有了如今的100万斤出口量。查干湖头鱼甚至能拍出100万天价，这是哗众取宠吗？其实，头鱼拍卖卖的是大礼包，而由此缔造出的双赢局面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买家和卖家都能得到哪些收获呢？对于买家而言，头鱼往往也有着争先的寓意，并且查干湖捕捞是在冬季，临近下一年的到来，永争第一的头衔既是对自己这一年到头的辛勤奋斗的总结，也是对下年工作的激励。不仅如此，由于查干湖东捕的名头响亮，头鱼带来的传播面要远远比想象的广。到时候出名的不仅仅是头鱼的价格，随之崭露头角的也有买家的名声，这可为争得头鱼的买家带来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而名声在社会层面的传播，也就形成了广而告之的结果。头鱼既让自己获得了收获，也为自己打出了非常响亮的广告，可以让他人能够很快地了解到买家的行业地位以及公司效益，为买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合作机会。对于卖家而言，虽然东捕由来已久，但头鱼的拍卖还是近10年才形成的新传统。也正是由于这种新传统的吸引力，加之渔产100万斤的优秀出鱼量，查干湖很快吸引到了一众社会好奇人士，而这也就为日后形成东捕节建立了人流量的基础。此后，加之电视台的跟踪报道以及政府部门的牵头宣传，查干湖真正实现了与当地旅游业的联动。平常无比的东捕也成为了人们热闹相聚的一处旅游景点，而头鱼的拍卖往往可以拍出100万元的结果。与此同时，来往的游客也会购买查干湖渔获以及进行其他消费，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一只头鱼为查干湖当地带来了3重好处，一石三鸟。头鱼卖的并不是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效益。这种效益对于买卖双方都是非常需要的，也因此才能形成如此热闹的头鱼拍卖形式。买家能够因此获得知名度与好寓意，卖家促进了旅游业，游客也可以体验丰收的快乐，3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呢？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学生为什么穿校服？每到冬天，寒冷的天气就逼得学生都不得不在校服里塞衣服，一层一层套成小面包。近日，多地教育局明确表示，冬天不强制穿校服，保暖最重要。但却有家长表示，不穿校服可能不太安全。这里是知识天梯。校服在中国教育史上已有100年历史，最早是丝绸制高领上衣配百褶裙。20年代自由风格的中山装以及斜襟蓝布上衣，
再到30年代的旗袍，每一次变化都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到了40年代末，校服开始转向运动风格，如清华大学的校服，50年代的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的标志，而60年代流行的绿色军装式校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进入70年代，白衬衫配蓝裤子成为常见的校服装扮，80年代则流行海军服风格的校服，90年代开始普及的面口袋款式校服，尽管常受吐槽，但却宽松舒适，方便活动。21世纪以来，校服设计逐渐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学校开始重视校服的美观性和实用性，逐渐将校服转化为传达学校文化和精神的载体。随着气温突然下降，校服是否足够保暖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为此，许多地区的教育局已经明确指出，在寒冷的天气条件下，学校不会要求学生必须穿着校服，重视学生的保暖才是首要任务。这一决定反映了教育部门对学生的关注，以及对传统校服规定的灵活调整。当前，校服不仅是规范学生行为的工具，更应考虑到学生的舒适度和安全性。在天气寒冷时，学生的保暖需求应当优先于校服的统一着装要求。校服的演变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国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也反映了教育理念的发展。从严肃到轻松，从统一到多样，校服的演变历程见证了中国教育的进步。而今天，当我们面对天气变化带来的挑战时，如何在保持校园文化传统的同时，兼顾学生的实际需求，成为了新时代教育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国内外校服差距为啥那么大？中国校服，尤其是近年来的设计，逐渐强调了实用性和舒适度，与一些国外校服相比，更加注重运动和休闲风格。例如，英国的校服通常较为正式，包括领带、西装外套等。加拿大有的学校就曾规定，女生校服的裙子必须在膝盖以上10公分，而男生没有任何着装要求。为此，加拿大学生甚至还展开过反抗活动，100多名男生穿着短裙到学校上课。要说奇葩，还得是战斗民族的校服数第一，黑色裙子加白色小蕾丝，神似女仆装。相比之下，中国校服通常更加轻便，适合运动，有利于学生在校园内的活动和体育课程。然而，校服价格的争议一直是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在中国，一套校服的价格通常在300元左右，且孩子成长迅速，导致更换频繁，家庭经济负担较重。此外，毒校服事件暴露了校服质量安全的问题，部分校服因使用劣质材料或不当的加工工艺，导致学生穿着后出现皮肤过敏、呼吸不适等健康问题。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校服健康安全的担忧，家长和公众对校服的安全性和健康性提出了质疑，呼吁加强对校服生产的质量监管，确保校服的健康安全标准。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国家已加强校服质量的监管，并鼓励校服设计创新，以提升美育水平和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面对校服的现代挑战，不少学校和企业正在探索改进方案。例如，一些学校开始引入学生参与校服设计的模式，允许学生对校服款式、颜色等提出建议，从而提升学生的满意度。此外，通过举办校服设计大赛等活动，鼓励设计师创造既时尚又实用的校服，这有助于提高校服的接受度和美观度。学生为什么要穿校服？中国校服真的不好吗？校服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是学生身份的象征，更是教育文化的载体。校服的设计和演变不仅体现了时代的精神，还影响着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学校文化的形成。在现代教育中，校服的意义更加丰富。首先，它是缩小学生社会阶层差异的有效工具。通过统一的着装，学生不会因个人家庭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不必要的攀比，有利于营造平等和谐的校园氛围。其次，校服能够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归属感。穿着一致的校服能够使学生深刻体会到自己是学校这一大团体的重要成员，这种感受有助于增强他们对集体的归属感，以及对团队荣誉和责任的认同。此外，校服对于学校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校园内统一的校服使得学生更容易被识别，避免闲杂人等进入校园。而对于学校来说，校服是其精神和文化价值的直观表达。通过校服的设计，学校能够展示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传承。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化，校服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寒冷天气中，校服的保暖问题成为了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因而，当代校服设计应更重视功能性与舒适感，以适应多变的气候环境。此外，考虑到学生审美观念的日益多元，校服设计也面临更新创意和风格的需求。学生和家长期望校服不仅仅是统一的制服，更是展现个性和时尚感的服装。综上所述，校服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教育的功能和意义，还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趋势。在保持传统意义的同时，校服也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挑战。总而言之，校服作为学生日常装扮的关键元素，应持续演进，以满足时代发展和学生多变的需求。通过听取学生和家长的声音，加强质量监管，并鼓励创新设计，我们可以使校服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目的和学生的成长需求。通过了解校服的历史演变和当前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校服不仅是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教育、文化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在当今社会，校服已不再是单一的教育工具，而是一个充满意义和内涵的文化符号。面对校服的争议和挑战，我们应从多方面出发，综合考虑其设计、功能和社会价值，使校服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和学生的成长。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有网友曾经吐槽，自从给父亲买了台智能电视后，隔三差五就会接到求救电话，不知道怎么操作遥控器，找不到电视节目的直播入口。等周末回去，发现以自己多年浪迹网络的经验，竟然不知道电视的遥控器该怎么操作。除了操作复杂，还有各种广告、套娃收费等等诸多不便。今年11月27日，广电明确宣布，所有有线电视的终端系统，也就是电视机盒子，未来开机的默认画面必须是节目直播。这里是知识天梯。别说中老年人，现在能轻松搞懂网络电视套路的年轻人都不多。这次的治理那真是求之不得，否则继续发展下去，真没人愿意看电视了。那就让我们仔细看看国家具体打算如何治理网络电视乱象。围绕智能电视系列问题的治理，广电联合多个部门从9月就陆续展开了。人们吐槽的套娃收费是治理的重中之重。广告时长以及第三方直播软件盗播不合规的现象，同样也在这一次的治理当中。此前规划的目标是，到今年底，所有收费项目将压缩 40% 左右，而且保证治理过后不再反弹。到明年的时候，进一步治理广告时长，并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确保在治理过后，一旦有新的问题出现，能及时进行处理。截止到本月初，相关的治理已经初步见到了成效，有些收费项目消失了，此前的套娃收费基本得到了清理，保留的收费项目相对规范和透明了。另一个开机广告的问题， 80% 的有线电视终端以及 85% 的 IPTV 设备基本上都实现了开机直播的功能，包括广告在内的开机时长都缩短到了35秒以内。至于电视节目，扩大了免费节目内容，一些有线电视终端新开设了免费节目专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很大一部分看电视群体的回流。至于力度能达到多少，还要看接下来的治理效果。治理是在做减法和进一步规范化，对经常看电视的群体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自从智能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以来，从产品到内容的提供方，一层又一层的节点全都在做加法。也正是此前一系列的加法模式，让智能电视变成了智障电视。看个电视究竟有多难？电视机一个遥控器，终端接收设备一个，这还是最常规的模式。有的智能电视居然有3个遥控器，这么多的操控设备，年轻人看着发懵，老年群体更是眼花缭乱。
9月份在开启治理之前，广电部门曾做过系统的调查，现在的智能电视机连同终端设备的电视机盒子全都存在操作复杂的问题。要想看一个电视节目，首先得打开电视机和终端设备，然后就得用遥控器进行步骤操作，大多数情况下还得切换2个或3个不同的遥控器才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电视台。这是因为在治理之前，几乎所有的智能电视机开机后显示的是综合节目界面，而不是电视台的直播画面。广电部门做过统计，最多需要用遥控器操作11步才能看到直播节目。根据媒体此前的调查，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老年群体中。一个72岁的老人以前用老式电视看戏曲频道，开机就能看，自从有了智能电视，操作半天都找不到要看的频道，最终他让智能电视在客厅吃灰，自己又买了一台唱戏机。还有的老人平时独自在家，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看看电视，而现在的智能电视动不动就收费，有些老人不懂操作，往往是看看开头的体验，电视界面就停在收费界面不动了。至于节目收费，此前被吐槽的套娃收费更是让人欲哭无泪。收费有等级，开通的会员权限越高，才能看到更多的电视节目。关键是这些收费模式开通往往很容易，但是想要关闭还得研究半天才能勉强找到关停和操作界面。如果不关闭，就默认按月定时扣费。以目前10多个主流智能电视机品牌来说，基本上每一个都有开机广告。开机前后，广告的时长都在30秒到60秒左右，电视节目不能直接加载，返回菜单界面还得看一会儿广告。根据现在的治理情况，一方面要把广告时长缩短，另一方面就是减少和不用再操作。按照新的规定，未来开机之后，哪怕不进行任何按键处理，至少在20秒内，电视机也会自动进入全屏幕的直播界面。除此之外，用户也能设置开机直播选项，未来即便是不懂操作的老年人也能看电视。电视机的设置究竟有多复杂？关于这一点，此前智能电视机领域也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智能电视机出现的时候，就没有照顾到老年群体的观看需求，所有新加的功能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年轻人。可根据2022年的市场统计来看，日均看电视时长最多的群体是65岁的老年人，这样一来就很尴尬了。预设的各种服务没人用，反倒是影响了主流看电视群体的使用体验。看电视的模式相比过去早就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看电视既要看直播节目，同时又要单独看点播或者其他影视节目，需求多样化了，功能上也能够实现，所以在制造电视机的时候，能塞的模式就通通添加了进去。只可惜智能电视机的众多功能都未能真正服务到看电视群体，反倒在不断为难看电视的人。这种使用场景和设计理念上的冲突，未来如果不进行改变或者优化，还是会制造出新问题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化，有些原本看电视的老年人现在也不看了。有记者曾在北京走访调查，发现大量的退休群体也不看电视了，每天晚饭后一部手机和一副老花镜，各种短视频能看到很晚。根据2018年老年人移动互联网的报告显示，自从2012年以来，老年网民的数量增长了 130%。另一项数据则是下降，从2015年到2019年，国内有线电视的实际用户已经从 2.39 亿户下降到了 2.12 亿户。看电视的人都被节流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围绕智能电视的各种问题，如果不再进行治理的话，下一步被分流的群体还会增加。除此之外，电视机该提供怎样的服务？它的应用场景又该是什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毕竟，如今在网络和各种智能设备的助推下，看电视的需求能够轻易通过别的渠道满足。电视机要想吸引住足够多的群体，就应该在模式的设置上做贴合需求的改变。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建道围栏挡雪山，修个铁皮遮瀑布，难道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都禁止人民偷窥了？这里是知识天梯。
今年暑假旅游可谓是异常火爆，但是大批量的游客也让各个景区动起了脑筋，一言不合就用各种围挡把景区给围起来的。有的解释说是为了安全考虑，有的则隐晦地表示就是为了收取门票钱。很多网友也因此戏言，李白要是生在今天，估计也写不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句，因为很多名山大川都看不见，除非买门票。最早被拉出来批判的就是黄河壶口瀑布，瀑布陕西侧沿线修了一条500多米的围墙，完全遮住了游客俯瞰瀑布的视线，一时之间成了众矢之的。对此，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瀑布围挡路段违规停车看瀑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经常道路拥堵，那里又是一个弯道悬崖，这样的拥堵很容易造成追尾交通事故。然而，对于这个理由，绝大部分游客并不买账，因为砌墙围挡的区域原本正好可以俯瞰壶口瀑布的核心景观，这么一遮，慕名而来的游客想要一睹瀑布的壮观景象，就非买票进景区不可。网友的议论纷纷，给了相关部门很大压力，最终壶口瀑布景区的围墙算是被舆论压力推倒了，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全部拆除。无独有偶，同样建起了铁皮围挡的罗平九龙瀑布，一看这架势，也连忙拆除了遮挡视线的围挡，只保留了波形护栏、防撞墩等生命防护设施。然而，瀑布水流这才得见真容，那边雪山又开始了犹抱琵琶半遮面。与壶口瀑布几乎是同一时间段，云南梅里雪山附近的214国道上也竖起了围挡。不过德清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倒是很实诚，没有拿什么安全之类的理由做幌子，在回应媒体时直接表示，当地经济条件不好，围挡梅里雪山，迫使游客付费进入景区，是为了扶持村民，旅游反哺。旅游收益在满足日常经营和维护之后，会发放给村民。这就相当于很委婉地承认，把梅里雪山围起来是为了收门票钱。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景点可能会逐渐扩大化，围挡也会逐步取消，将来游客就不必付费也能观赏到梅里雪山的盛景了。近年来，景区周边筑墙挡景的现象频发，引发公众的不满。其实类似的问题，国际上很早就有过争论，比如滨海酒店是否可以将沙滩围起来作为私家沙滩使用的问题。最后统一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因为滨海旅游区的沙滩本质上属于公共资源，应该将景区观赏权让还给公众。同样的道理，放在景区围挡上也一样成立。这些景区明明都是公共资源建设的，在必经之路上修建围墙遮挡的手段，无疑是将景区建设之外的风景也强行纳入收费范围，抬高了游客赏景的门槛。本来很多人自驾游就图一个路上的风景，没有专门到哪个景区的旅游规划，结果一路过去看见的都是围墙铁板，真的很败路人缘。而至于筑墙挡景是为了提高当地经济收入的说辞，新华社发布的一篇时评文章就曾指出，说到底还是反映了过分倚重门票收入的思维定式。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就曾发声，表示发展旅游经济与保障人民观景权利并不互相矛盾，除了门票收入，景区运营还可以通过餐饮、购物等二次消费来提升收入。从这方面来说，杭州确实是格局打开，还提出了著名的241算法，即每个游客多待24小时，杭州一年旅游收入就会增加100亿元。比如西湖景区实行免费开放已有20年，是国内第一个不收门票的5A级旅游景区典范。免费开放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杭州的城市美誉度和旅游体验，也带动了周边餐饮娱乐等产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收入大幅增长。诸如此类口碑经济双丰收的案例也不少，比如武夷山市在门票免费政策的带动下，光是2022年国庆长假期间就实现了旅游收入 3.02 亿元，同比增长 265.45%。此外，还有三亚免费开放的鹿回头风景区，
依托其城市后花园的地理位置优势，将经营重点放在餐饮消费、亲子研学、文创产品等项目上，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也创造了更大的经济附加值。所有的景区都应该免费开放。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区分两个概念：商业景区和公益景区。我国目前对于这两种景区还没有明显的分类，但是它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里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迪士尼它就是标准的商业景区，基本完全依赖人为建造，不需要凭借自然环境因素。这种市场化运营景区应该按照商业运营进行收费，政府实施价格监管。而两会中提到的门票能免就免的景区，则是公益性景区，又称公共资源型景区，是指那些依托自然景观、文物古迹等社会公共资源，由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的景区。而对于有些景区，在某种程度上收费是合理的，因为确实景区的建设和维护是需要成本的。但收取适当费用的前提是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管理，并保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有些景区的门票却高得过分，甚至还附带很多额外的不合理收费项目，这就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人民日报评论也曾在多个自媒体平台上表示，水流、山林等自然资源属于全民所有，不是任何人的摇钱树。对于管理维护的需要，合理收取门票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非要建墙遮挡，变相扩大收费范围，迫使游客前往付费观景平台，从长远看，景区吃相未免难看。一堵围墙挡住的不仅是观景的视野，更是游玩的热情。发展不能盯着那几张门票，用好美丽风光的先天优势，在服务意识、产品质量等方面后天发力，才能真正聚集人气，做强产业。围挡景区修建的墙有多高，未来面临的发展阻力就有多大，不仅违背景区开发建设的初衷，还颇显短视。发展旅游业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利益，更要审慎地思考长远发展规划，以人为本，还景于民才是最好的选择。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印度喜马拉雅山隧道坍塌，41名工人被困17天。2023年的11月，一则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脉传来。Silkiyala Bandabakot 隧道在一个平凡的清晨突然发生了灾难性的塌方。41名工人在这个长达 4.5 公里的隧道里突然被成吨的石块和尘土淹没。这里是知识天梯。这个隧道作为查尔达姆公路项目的一部分，原本的目的是为了连接4个印度教的圣地，听起来是那么的神圣和宏伟。但你知道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故，而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多年来，科学家们不断地发出警告，他们说这个地区的地质非常不稳定，像是时刻准备着一场灾难。地质学家 C.P. Lajendorn 早已说过，喜马拉雅的地形包含着极其脆弱的岩石，这个地区一直被稳定性问题所困扰。在类似地形中进行道路建设或隧道挖掘，我们经常会见证灾难接踵而至。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科学上的声音似乎被忽视了。在追求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难道我们就可以忽略了这些警告吗？想想看，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印度北部和东部的其他州，他们为了生计远离家乡，在这样危险的地方工作。在塌方发生后，救援队伍挖掘了超过55米的废墟，才接近了被困的工人。你能想象他们在那里的绝望和恐惧吗？救援人员不得不通过一个狭窄的管道，将食物、水、氧气、药品、灯光和对讲机送到隧道里。对这些勇敢的工人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永恒。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喜马拉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尊重自然，听取科学的声音。发展和进步当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环境和人的安全，那么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还没打算挖穿喜马拉雅山，印度就先动工了。从2016年开始，印度政府就开始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目的是通过改造超过800公里的道路，连接4个印度教的圣地。听起来挺震撼的吧？但是这个项目自启动以来就充满争议。环保人士和活动家们就像警钟一样，不停地提醒大家，这个项目可能对喜马拉雅山脉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想想看，喜马拉雅山脉那么美丽，那么神秘，它不仅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脉，也是无数动植物的家园。但这个项目涉及大规模的道路拓宽、隧道挖掘和桥梁建设，这些活动会导致山体滑坡、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风险大幅增加。这次隧道塌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再次证明了环保人士的担忧不是危言耸听。尽管有如此多的反对声音，印度政府还是决定继续推进这个项目。他们似乎认为这个项目对于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太重要了，以至于可以冒一些风险。但这让人不禁思考，我们真的应该为了所谓的发展牺牲环境和安全吗？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让人不解的点。2019年，印度最高法院甚至委派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评估这个项目的影响。他们发现了生态破坏的证据，并且识别出了易发生灾害的区域。尽管如此，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政府官员还是批准了道路拓宽计划。后来，印度政府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推翻了最高法院有关限制道路宽度的判决，继续执行原计划。这让人不禁问，在这个项目中，环境保护和人民安全的权重究竟有多少？所以，查尔达姆公路项目到底是进步的象征，还是潜在的灾难之源？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基建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深刻议题。印度想挖穿喜马拉雅山有多难？中国山区基建有多牛？都有哪些成就？在我国西部，特别是四川省，复杂多变的山地地形一直是发展的大难题。就是这样的挑战，近年来却成了我们国家展示其工程技术实力的舞台。政府不仅投入了巨额资金，还运用了一系列创新技术，成功克服了这些难题，完成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大型基建项目。其中，雅安康定高速公路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可不是件小事儿，它需要穿过蜿蜒崎岖的山区，建造了大量的桥梁和隧道。你想想，光是桥梁和隧道就占了总里程的 82%。这个项目在极端天气和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遇到的技术难度可谓是史无前例。但他们怎么做的呢？通过精确的地质调查、创新的设计方案，还有对环境影响的细致考量，这些工程师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挑战。以二郎山隧道为例，这个隧道贯穿了13个地震断层带，同时还考虑了保护地下水和熊猫栖息地的需求。泸定大渡河大桥更是如此，这座超长跨度钢横架悬索桥的建设在复杂的风力条件下完成，它的主甲板由57个大型钢梁组成，单节的最大起重量达到约200吨，总起重量超过1万吨，可谓是对工程技术的一次巅峰挑战。这些项目表明，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中国在山区基建项目中展示出来的，不仅是工程技术的实力，更是一种对自然和环境的深刻尊重。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这些项目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工程技术创新以及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面对脆弱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工程挑战，我们需要更加审慎的规划和实施基建项目。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2023年11月，我国为了进口光刻机花了8.168亿美元。你以为这就完了？并没有。10月份，我们同样花了大价钱进口光刻机，2个月加起来超过了14.3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国产光刻机不是已经研发出来了吗？为啥我国还要疯狂进口光刻机？这里是知识天梯。说到光刻机，荷兰 ASML 公司是绝对绕不开的明星。我国11月进口的42台光刻机，其中16台都来自这个公司，且价格也占了大头，约7.627亿美元。
近日，荷兰 ASML 公司更是交付了全球首台2纳米光刻机，直接把芯片制造领域送上了新的高峰。ASML 公司的极紫外线光刻技术采用了 13.5 纳米波长的光源，这一波长几乎相当于 X 射线的范围，使得在微型芯片上刻画出极为精细的线条成为可能。用这种技术可以大规模制造7纳米、5纳米甚至3纳米节点的复杂微芯片基础层，支撑起新型晶体管设计和芯片架构。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光刻系统的解析能力，这种解析能力取决于使用光的波长和光学系统的数值孔径大小。ASML 公司的最新款 EUV 光刻机在关键技术上实现了显著突破，它的数值孔径已经从 0.33 增加到了 0.55。这是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数值孔径的增大意味着光线入射的角度变得更大，使得光线能够更加集中的聚焦，从而提高了分辨率，能够在芯片上打印出更加微小的特征。这种提升使得芯片可以缩小 1.7 倍，同时密度增加 2.9 倍，带来了更强大的处理性能和更优的能源效率。这意味着智能手机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应用，同时提供更长的电池使用时间，且在维持或缩减体积的同时实现这些功能提升。在用户体验上，这意味着更快的速度、更强的功能和更便携的设计。还有 ASML 表示，这款高 NA EUV 光刻机的首个用户是英特尔，预计英特尔将应用这套设备于其英特尔 18A 工艺的开发和验证。此外，包括三星和台积电在内的多家晶圆生产厂商也计划采用这款 EXE5200 系列光刻机。这表明该光刻机不仅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半导体制造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不过，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的。ASML 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他们最新的 0.55 NA EUV 光刻机原型预计将在2023年交付，2025年后量产。这些技术的迭代和创新无疑将为芯片制造行业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也为全球芯片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光刻机起步不算晚，为什么至今没有超越荷兰？中国光刻机的研发始于上世纪50年代，虽然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也算是起了个早。不过到了80年代，国内流行起了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念，认为从国外购买的设备马上就能用，远比自己搞研发来得快。结果呢，这样的思维方式限制了光刻机研发的资金支持，几乎使得相关研究工作停滞不前。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光刻机技术的发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重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款高性能的超精密激光干涉仪，这一成就被认为是解决7纳米及更小尺寸光刻机技术难题的关键突破。同时，国内某公司开发的 SAQP 技术实现了7纳米甚至5纳米工艺。可见，尽管还处于实验室阶段，但这些成果展示了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的潜力。但要说挑战，那还真不少。目前，中国光刻机的主要难题在于制造精度上，光刻机核心构成、光源、物镜系统和工作台均需精密机械工艺和高级复合材料。除此之外，更大的挑战在于核心技术的掌握，如高数值孔径的光源，目前主要由美国 Keimer 控制，而达到光刻机要求的多层膜反射镜则主要依赖于德国蔡司。至于用于芯片生产的光刻胶，大多数高纯度化学品都受日本专利保护。对于国内光刻机独立研发来说，掌握这些关键原料和技术至关重要。目前，国产光刻机的确切信息显示，主要处于90纳米制程阶段，光刻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解决这些薄弱环节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这将会是巨大的压力。国产光刻机潜力巨大，离摆脱进口还有多远？最近，中美半导体巨头的和解为中国的光刻机技术发展开辟了新的国际合作机会。这场和解可能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带来更广泛的技术交流与资源共享的平台。
从而为先进光刻机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新的机遇。在全球化的产业背景下，这种合作对于技术提升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尤为重要。随着中美关系在半导体领域的缓和，中国的企业有望在获取尖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方面获得更多的便捷条件，这对于填补光刻机技术的短板，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中美和解也可能减轻之前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国际压力，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虽然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一段距离，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技术进步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在7纳米及以下工艺技术的研发上，已经展现出了显著的潜力。这表明中国在光刻机技术的道路上正稳步前行，朝着正确方向不断进步。我们还需要在自主核心技术研发上持续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和科研投资。这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创新，如光源、物镜系统的改进和新材料的应用，还包括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和优化。此外，政策引导和市场环境的优化也是支持光刻机技术发展的关键。光刻机技术的进步将极大促进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打破国际上的技术壁垒，增强国家信息安全，同时推动本土高科技产业实现自主创新和独立发展。中国的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在光刻机技术研发上保持持续的热情和创新，通过内外合作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国产光刻机技术走向成熟。综上所述， ASML 公司推出的先进2纳米光刻机，我们见证了芯片制造技术的一次重大飞跃。这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更是推动整个行业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尽管面临众多挑战，但中国在光刻机技术领域的积极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实属可观。此外，中美半导体领域的最新和解为中国打开了国际合作的新大门。这不仅在技术上带来突破，更为整个产业的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一台造价上百万的国产 CT 机，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零件，国内还无法生产，不得不依赖进口，售价40到90万不等。最贵的是，这还只是个消耗品，寿命以秒来计算。这个核心零件就是 CT 球管，它真的值得那么贵吗？这里是知识天梯。X 射线是一种电磁波，具有穿透性，可以穿透人体组织。在 CT 扫描中，球管产生的 X 射线被用来穿透人体，然后被探测器接收。通过对接收到的 X 射线进行计算机处理，可以重建出人体内部的2维或3维图像，为医生提供诊断依据。球管主要由阴极、阳极和真空管组成。阴极通常是一个灯丝，当它被加热时会释放出自由电子。阳极是一个金属靶，当自由电子撞击到阳极时会产生 X 射线，整个球管被抽成高度真空，以减少电子在运动过程中的散射和损失。简单讲，它的工作原理通过以下步骤发生：加热球管阴极灯丝，当灯丝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内部的电子获得足够的能量，从原子中溢出，成为自由电子，产生不断聚拢形式的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电场的作用下被加速并聚集在一起，施加高压电到阴极和阳极，通过施加高压电加速自由电子的运动，使其具有足够的动能来撞击阳极。自由电子束通过阴极撞击阳极，当自由电子束撞击到阳极时，动能转化为热能，同时产生 X 射线，产生能量交换。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动能转化为热能，导致球管温度上升，将其中的 1% 电能转化为 X 射线。产生的 X 射线通过球管的窗口发射出来，被 CT 设备的探测器接收。CT 球管售价竟高达40到90万不等。球管是 CT 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一、管套。管套是球管的外壳，起到保护内部组件和电路的作用。它通常由金属材料制成，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耐腐蚀性。
管套内部通常填充有绝缘材料，以防止管芯与外部环境接触而产生电机或短路。2. 管芯。管芯是球管的核心组成部分，可按照阳极和阴极进行划分。阳极是发射电子的部件，而阴极是接收电子的部件。管芯具有复杂的构造，能够实现在焦点较小的情况下实现大功率的工作。管芯的构造和质量直接影响到球管的成像质量和寿命。3. 散热器。散热器用于散热，防止管芯过热。由于金属在热量传导中会产生热阻力，散热器能够帮助将热量传导出去，保持管芯的正常工作温度。散热器的设计和材料选择对球管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具有重要影响。4. 绝缘油。绝缘油用于绝缘和冷却管芯，防止电流过大时产生的高温对管芯造成损害。绝缘油能够有效地降低管芯的工作温度，提高其使用寿命。同时，绝缘油还能够起到润滑作用，减少管芯内部的摩擦和磨损。5. 其他附属配件。除了以上主要的组成部分外，球管还包括一些其他的附属配件，如电路板、连接线等。这些配件对球管的性能和使用寿命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电路板用于控制管芯的工作状态和调节电流大小，连接线用于连接管芯和其他部件之间的信号传输。CT 球管究竟有多难造？ CT 球管作为 CT 机的核心部件，具有很多独特的技术特点，包括高热量、高真空、高电压、高精度、高转速和高动量。这涉及多个技术领域，对工艺、基础配套、流程装备要求苛刻，因此这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制造这种球管需要解决许多细节问题，真空度、焊接工艺、组装工艺和误差控制都要求非常高，因此工程师们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探索和工艺打磨，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和大量的专业知识。此外，国内的工艺与国外进口产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工程师们需要进一步提升工艺水平，特别是在保持完整真空方面。如果无法保持真空，存在了氧气，球管很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打火。除了工艺问题，散热设计也是一个难点。由于电子能量转化为热量的问题，高转速、高真空、高压和高热状态下的散热需求非常高。工程师们不仅需要考虑滚珠轴承和液态轴承的散热请求，还需要找到适合这种特殊情况的散热方案。目前常用的是阳极直接油冷和阳极直接水冷。此外， X 射线管和探测器的对齐和校准问题也需要仔细处理。而在管子封装的过程中，气体的去除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氢气。氢气会造成管子的稳定性和图像失真。CT 设备作为技术尖端的临床影像诊断设备，其结构复杂且精密，每一个部件都对整体使用效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任何一个部件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设备的性能下降或无法正常工作。比如，球管作为 CT 设备中的核心部件之一，其功能是产生 X 射线。一旦球管发生故障或损坏，将直接影响 CT 设备的正常使用。我国招标采购信息显示，球管其更换价格在40到90万不等。另外，球管的更换周期与 CT 设备的使用情况紧密相关。一般来说，球管的使用寿命大约为2年左右，但门诊量大的医院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更换球管，比如1年甚至半年，这也是影响我们 CT 检查贵的重要因素。不过，随着我们国家对于各行各业的投入越来越大，很多高端核心零部件实现了从无到有，突破 CT 球管的技术垄断指日可待。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我国最长的火车是大秦火车，整车长度将近4公里。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上最长的火车长度竟超过7公里，需要8个车头拉着跑。它就是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铁矿火车。这里是知识天梯。这列经过了吉尼斯世界认证的火车，总共有682节车厢，总长度达到了7500多米。为了带动这辆庞然大物，需要8个火车头同时进行工作。可能这样说，大家还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
这么说吧，我国客运火车的一般长度大约是500米，一般有20节左右的车厢。这样换算下来，这列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大概是将15个普通火车拼起来的长度。那么澳大利亚为什么要造这么长的火车呢？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又和普通的火车存在着哪些区别？必和必拓铁矿火车的长度惊人，要想带动这么长的一列火车，肯定就需要更大的动力。因此，在火车的最前头，也是为它配备了8个火车头，以此来带动这条蜿蜒的大蛇。那么使用8个火车头之后的火车，它的运行速度是多少呢？跟普通货运火车的速度相比，是快是慢呢？根据数据显示，这列火车的运行速度是27公里每小时，一般的货运火车的运行速度是100公里每小时。相较于普通的货运火车而言，这辆货运火车的速度几乎可以用龟速来进行概括。那么它的运行速度为什么会这么慢呢？不是明明已经动用8个火车头作为牵引了吗？其实，如果只把重点放在8个火车头那里的话，实际上是因果倒置的一种表现。正确的推导过程应该是，正是因为必和必拓铁矿火车的拉货量太大，所以才需要8个火车头带着驱动，而不是因为有了8个火车头，所以速度也应该更快。要知道，这辆火车上可以一次装运货物 8.2 万吨，并且还有数据记载，目前为止它的最大单次量达到了18万吨。这么大的拉货量，也难怪8个火车头都带不动它，行驶起来就像一条缓慢移动的蟒蛇。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单次货运量高达8万吨，也难怪8个火车头都带不动它，时速更是只有27公里。它和普通的货运火车相比，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之处？要想将682节车厢都给连起来，并且在行驶的过程中还能够获得最佳的牵引力和制动力，那么就需要对火车头进行分散布置。经过工程师的精心考虑之后，最终选择将3对火车头布置在列车之中，然后将剩下的2个火车头分别布置在列车的车头和车尾的位置。布置结束之后，再采用无线电通讯装置进行重联控制。可以说，经过这样的巧妙设置之后，8个火车头各司其职，仅仅需要1名火车司机就能够操控这辆庞然大物。说到火车的动力，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火车都是由内燃机进行驱动的，这一点和汽车很类似，都是喝油才干活的家伙。只不过由于成本的问题，火车通常使用的是柴油或者是煤油。必和必拓铁矿火车作为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上单机功率最大的内燃机车之一，从2006年之后使用的都是柴油。8个火车头在大修之前是一款牵引功率为6000马力的干线货运内燃机车，在2006年大修之后则更换为了功率为6250马力的 GEVO16 型柴油机。相比之下，普通列车或者是地铁列车的牵引功率仅为2000到5000千瓦，跟必和必拓铁矿火车的牵引功率比起来，那真是差上一大截。别看这列长蛇般的火车跑得不快，但却有着一身的蛮劲儿，不然也不能一次性装载8万吨的货物，轻轻松松地送到目的地。澳大利亚为什么要修7000多米长的火车？其实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咱们首先就得来看看这列火车所处的背景。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资源那是非常的丰富，并且必和必拓公司还是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石油和矿产。从他俩的名字上，你也能看出必和必拓铁矿列车就是为这家公司服务的。为了减少运货成本以及增加出货量，于是该公司就大力研发能够大量运输铁矿石的火车，最好是一次性就能够运输大量的铁矿石，而且是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够减少来回路上的时间了。因此，在这种愿景之下，必和必拓铁矿列车应运而生，并且它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那就是一辆长达600多节的火车，却只需要1个火车司机，连人工费用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不过即使如此，必和必拓公司想要的安稳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
这不，前段时间必和必拓旗下的铁路部门有400多名火车司机宣布进行有节制的罢工运动。这些工人们希望能够得到公司更多的关怀和重视，希望提高基本工资和津贴。为了减轻工人罢工所带来的影响，必和必拓公司也表示已经做出安排，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份良好而全面的报价。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些工人的罢工又会对必和必拓公司的铁矿石生意造成怎样的影响？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红薯到底是我国本土作物，还是中国人从海外偷回来的？传说红薯曾在饥荒年份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的性命，可它却不算我们的主食，地位远远比不上土豆，这是为什么呢？如今虽然我国红薯种植量世界第一，但农民都不是很乐意种植，难道种红薯不赚钱吗？这里是知识天梯。咱们农作物的种子就像是农业的芯片，需要国民齐心协力来保护，这件事儿非常重要。但是人家偷我们的猕猴桃，我们也偷人家的红薯，礼尚往来，互惠互利才是生存之道嘛。当时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西班牙人为了改善菲律宾粮食不足的问题，把红薯带到菲律宾大片种植，这被当时弃儒从商的陈振龙看在眼中。经打听发现，这种薯类不仅亩产高，而且耐干旱，对土地的适应性极强。陈振龙就想着怎么也得想办法带到老家去试种一下。由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对粮食物种管理很严，不允许将红薯种外带，陈振龙想了个绝妙的点子，将薯藤缠在水绳之上，外层涂上泥土，以此避开海关出境检查。历经7天7夜，红薯藤终于漂洋过海到了中国。陈振龙最开始是将薯藤放在自家院子里试种，几个月后真的有了收获，他非常高兴。谁知道这一年福建恰逢饥荒，陈振龙心念百姓，便催促儿子上书，建议福州府种植红薯。好在福建巡抚金学增听取建议，先试种，成果颇丰，次年就种遍福建了，大大缓解了当地饥荒。后来陈振龙的后代又将红薯引入浙卢等地，让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粮之一。另一位陈先生是广州的陈毅，陈毅带回番薯藤比陈振龙早11年。他也是和朋友一起去越南做生意，尝了一道由番薯做成的菜，味道特别好，于是开始留意这种食材。后来多番打听了番薯的特性以及种植方式，于是决定将其带回国。但是吧，危险度极高，当时东南亚对填饱肚子的事物尤其重视，凡是想偷种子的都要掉脑袋。陈毅想来想去，不行就花钱买通守卫呗。重金之下，红薯藤被藏在铜鼓中带回了国，广泛种植在金门地区。不管是哪位陈先生最先引进的红薯，这种农作物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救命粮，也为后期稳定强盛时期人口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红薯在饥荒年代救过无数人的命，为什么竞争主粮之位时却输给了土豆？首先是红薯的种植相比土豆有点累人呐。红薯栽植要有母薯培育的秧苗，在播种的过程中细节要求特别多，譬如选种薯就跟选美一样，要大小适中，形状端正，皮质光滑，不能有害虫。覆土前土地得杀虫，灌溉后还要记得排水，省得把种子淹烂了。后期管理力度大，要施肥，要除虫，要剔除坏苗等等。土地种植相对就没那么复杂，因为它对温度及储存要求没那么高。最重要的是得益于这些年科学家们花了很多力气去研究土豆，在育种、种植、除害、保藏、加工等多项技术上都远超红薯。有了科技保驾护航，自然是成为主粮更有优势。其次是红薯的储存让农民伯伯有些头疼。红薯的水分含量很高，很容易被微生物入侵，所以需要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农村家中一般会建一个较大的地窖，冬暖夏凉，以此控制储存温度。但即使如此，依然会有一部分腐烂。相比而言，土豆更容易储存。大量的土豆可以分袋装进麻布袋，在袋子上撒上药物，并用纸板遮挡即可。
或者更简单的就是在干燥的地方堆放起来就可以，再加上价格亲民，逐渐就成为了老百姓的囤粮首选。最后，红薯因为含糖高，吃得太多会加快身体老化，血糖升高，尤其对糖尿病人很不友好，食用过多不利于身体健康。同时，红薯中还含有大量淀粉，吃多了容易产生肥胖。专家也建议，患有湿阻脾肺病的人不适合吃红薯。再看土豆，土豆也含有大量淀粉，但土豆淀粉是属于抗性淀粉，同时含有大量膳食纤维，能够满足人体所需，还可以加工成土豆粉等作为主食食用。在肠胃消化上，土豆又略胜一筹。综合上述几个原因，红薯在主粮竞争中顺利的失败了。但是没能成为主食的红薯依然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那就是变成餐桌上的菜品、下午茶点心，总之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红薯好吃又耐饿，曾数次拯救中国饥荒，为什么一直都不算中国主粮？无论从营养价值、亩产，红薯都远胜土豆，却因为种植复杂、不易储存、糖分过高等因素痛失主粮头衔。虽说竞争残酷，主粮头衔真不是那么好拿，全中国这么多年也就角逐出4个。因此近些年我国的红薯种植产量在逐年下降，但是特色小吃可是全国到处都不同。红薯虽然没能成为主粮，却已在其他商业模式上走在了前线。首先来看看近些年红薯种植的情况。我国红薯的种植涉及20多个省和地区，2020年全年总产量为2323.9万吨，相比前一年下降了 2.1%， 收获面积也有所下降。但从总体来看，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红薯生产国，种植面积达到世界的 60%， 产量则占世界总量的 80%。国家也针对重点红薯种植地区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各地种植基本稳定。据相关统计，红薯每亩地生产资料成本约800元，人工约200元，地租大约在900元。按照不同节日节点销售，价格在 0.5 到1元之间变动。总体来说，每亩地的年收入大概在1000元，品种好的会更高。如果加工的话就更好一些，深加工后1斤大约赚10元，加工成淀粉，再将淀粉加工成粉条的话，产值至 180% 以上。鲜食是红薯的头等方向，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一定的健康意识，早上蒸个红薯，晚上空气炸锅一炸，美味就这么来了。近年全国开始兴起烤红薯加冰糖雪梨的下午茶店连锁，路边烤红薯也升级为连锁品牌了。在超市则高档的包装更讨喜，利润成倍增长。休闲食品加工对外形没有要求，利润空间稍低，会被制作成薯片、薯干等等，营养丰富，味道极佳，很受年轻办公族的喜爱。最后就是加工成全粉，就成了上等食品加工原料，糕点配料少不了。总而言之，红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扬光大。中国劳动人民凭着勤劳与智慧，将红薯种遍大江南北。曾经的救命粮，如今成了现代生活的精致甜点，桌上美味，也不失为一段佳话。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现在都说五谷丰登，其实老祖先说的都是六谷，被淘汰的那种主食叫做谷米。在唐代以前，皇帝都要吃这种米，但宋代之后，中国人就将它淘汰了，后来更是改成吃它病变的茎，如今再次被人封为土豪米，甚至还有人说这是美国的传统健康食品。这里是知识天梯。菇是一种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虽然和稻子等谷物沾亲带故，但两者并没有更亲近的关系，而且菇作为植物，长期以来多是野生状态，跟它的亲戚稻被驯化种植完全不同。湖泊边以及沼泽区域都能看到菇的身影。这种喜水的植物又喜欢温暖的环境，它的叶子看起来跟一般的蒲苇没有区别，生长过程中会开出颜色很淡的花朵，植株整体的高度最高能达到 2.5 米以上。菇的根系部分潜藏在地底，而且根系错综复杂，
冬天的时候，植株整体会枯死，来年春季，新的嫩芽又从地底的根系长出，并长成新的植株。正是靠着这种一年又一年的分裂生长，菇才能代代相传。虽然野生菇靠着根系分裂而生，但它也会像稻子一样抽穗，这一过程出现在每年的夏秋时节，又可被称为结籽。和稻米不同，菇结出来的籽呈黑褐色，形状也更加的细长，这就是古人所说并将其当成主食的菇米了。菇所结出的籽很容易脱离，基本上成熟就会脱落。正因为这种特性，所以长久以来想要将菇驯化种植就显得很不容易。但菇的分布区域恰恰又很广，只要是温度适宜且有水的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也因此，古人虽然未能将菇驯化，但每年吃它的籽食还是相对容易的。现在我们说的五谷，而在2000多年周礼的记载中，可是多出一谷是6谷的。这6谷分别是土、黍、稷、梁、麦、钴，其中的钴就是钴米。在整个周代，钴米都是人们日常的主食。浙江的湖州在古代就有钴城的名号。战国之时，4公子之一的黄歇春申君，他的封地就在此，所建之城被称为钴城县，因为城外的河湖边生长了大量的钴，所以才有此称谓。战国之后一直到唐代，钴米依然食用普遍，持续到宋代开始下降。明代一些文人墨客也记录或追忆吃钴米的情形，而此时的钴米已很少出现在人们的餐桌。再之后，茭白基本上彻底取代钴米，成为了人们的食物。钴米在宋朝被淘汰，现在却被外国人当作健康食品。钴米一直从周代盛行到唐代，宋代慢慢减少，明代便消失了。之所以不再现身，是因为一种叫钴黑粉菌的病菌。钴黑粉菌又叫黑穗病菌，它所产生的危害恰恰是针对钴抽穗结籽的。在钴的生长期内，钴米关键的节点就是拔节抽穗时期。这期间，黑粉菌的菌丝会侵入到钴的茎秆之中，它破坏茎秆组织的细胞壁，而后寄生在细胞之内，源源不断攫取茎秆的养分。菌丝不断生长繁殖，而且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种叫吲哚乙酸的分泌物。这种物质会刺激钴的茎秆，使其不断膨大，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茭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钴原有的茎节细胞在持续分裂，并且养分都传输到了另外的这个叫茭白的体内，花茎也因此不再能正常发育，更不会抽穗结籽了。关于这一现象，古人很早的时候也发现了，只不过在宋代之前很少去干预这一进程。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有钴米就吃钴米，有茭白就吃茭白。到了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大量的增长，南方很多地区开始围湖造田，把湖泊、沼泽以及池塘等有水的地区全部改造成了土地，用以种植粮食作物。在这个过程中，钴等于被清除出去了。而且随着粮食作物的不断增产，人们对钴米的关注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人们知道茭白也能食用，所以就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了这一层面。但是和钴米一样，野生的茭白数量也是有限的。为了能够大量食用茭白，人们就开始更多关注那些能够长出茭白的植株。与此同时，还把茭白挖出来埋进土里进行栽培种植。在这个过程中，黑粉菌的孢子也能和埋入地下的茭白一样顺利度过冬天。等到来年，这些带着黑粉菌的茭白通过分裂而生长，在循环过程中代代相传，就一直留下了茭白。而由于黑粉菌的影响，钴完不成抽穗结籽的过程，于是钴米也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人们越大量的种植茭白，还专门开辟出了地块来种植。在这个刻意拣选的过程中，钴米就被淘汰了，以至于越往后人们根本不知道钴米和茭白是同一种植物长出来的。在宋代就被淘汰的钴米，如今为何又要复活它？北美的印第安人在没有被欧洲白人打扰之前，还保留了大规模食用钴米的习惯。
北美地区以往的钴多数分布在有水有沼泽的五大湖地区，印第安人为了采集到更多的钴米，每年秋天往往会分2-3次进行收获。人们先是将没有成熟的钴的穗子整理起来，而后捆扎好，等到了快要成熟的时候，再驾驶船来到生长的地方。印第安人用树皮做袋子，船到了事先捆扎植株的地方，一个人负责把植株的穗头弯下来，另一个人则负责用木棒敲打植株。由于钴米极易脱落，所以通过敲打就能将脱掉的钴米收集到口袋里。采集好钴米，接下来就要进行脱粒了。先是晒干或者用火烘烤，等干燥之后，再将钴米装进口袋，放进一个挖好的大坑里，而后通过一遍遍的踩踏，让外壳碎裂，使之脱粒。再要借助风将碎壳杂物等清除，留下来的就是干净的钴米了。印第安人食用钴米不是蒸煮，而是炒熟了直接吃。他们这种采食和食用钴米的方法一直持续到白人到来之前。时至今日，国内有农业学家想通过育种的形式让消失了多年的钴米复活。之所以科研人员对钴米念念不忘，乃是因为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钴米相对于日常所吃的稻米，它的淀粉膨胀性更高，所以一点米就能煮出更多的饭。除此之外，钴米中粗蛋白质的含量也不低，能达到大米的2倍之多，蛋白质的利用率可以和鱼类相媲美。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含量同样也很丰富，富含较高的是维生素 B1、B2 以及维生素 E。相对于传统的谷物，它属于低血糖指数的食品。当年老祖宗因为它的产量低，不能满足人们的食用需求，所以把它抛弃了。而今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又试图从营养的角度去发掘钴米的价值。选择方向虽然和古人不同，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就是让植物为我所用。不过，即便钴米还不能量产，至少茭白作为蔬菜还活跃在人们的餐桌上。作为食物，人们对于钴的利用也算是发挥到极致了。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